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是筋膜。在上期关于筋膜的视频中，我讲了筋膜的概念、作用以及常见的问题。这期视频我将继续上期的内容，和大家探讨如何判断自己的筋膜是否出现了问题。如果筋膜出现了问题，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当然，在观看这期视频前，最好了解上期的内容，这样便于大家理解。让我们进入主题吧。上期提到了筋膜最常见的两个问题是筋膜紧张和筋膜粘连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身体症状来判断自己是否存在这两类问题。第一个症状，当你睡觉醒来或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后，感觉某些肌肉僵硬和酸痛。这里所指的酸痛不是肌肉训练后的酸痛，而是伴随疲劳感的酸痛。出现这类问题可能来自于筋膜限制肌肉的正常伸缩。紧张和粘连的筋膜会影响血液和淋巴液的正常流动，造成组织液滞留，甚至压迫神经，引发炎症。这类问题急性的表现在颈部区域，就是我们常说的落枕。慢性问题会发生在身体各个部位，在下肢表现的情况较多。第二个症状，在进行某些日常动作或特定运动时，感觉活动范围受到限制，这是因为相关位置的筋膜限制了肌肉组的伸展和收缩能力，同时伴有酸痛和刺痛感，导致动作的不流畅或者不协调。为了弥补受限肌肉，其他肌肉就会出来承担这块肌肉的工作，结果影响身体整体的生物力学。最常见的，例如在做深蹲时，如果大腿后侧的筋膜有问题，就可能限制髋关节的活动范围，深蹲就无法做到完全下蹲，或者在下蹲时感觉到髋部和膝部的僵硬或疼痛。再例如颈部做抬头和转头时，颈部筋膜的紧张可能会导致无法完全的向后仰头或左右转头。如果下背部或大腿后侧筋膜紧张，弯腰时会感觉到腰部的拉伸或疼痛。给大家推荐一个测试身体功能性的动作，就是支撑深蹲。这个动作是全身肌肉力量和张力的测试动作。如果你可以按照标准完成，那么你的肌肉状态就很好，筋膜至少是髋部以下的肌肉筋膜是正常的。第三个症状，某些位置的肌肉会感觉到比其他肌肉更硬或更紧。如果用力按压某些点位，会感觉到异常疼痛或者僵硬。这些点位通常被称作扳机点或节点，它们常常位于受损筋膜的特定位置。此处的肌肉纤维会出现排列问题，造成肌肉和筋膜在这些区域里形成小的硬块或结节。这些扳机点非常敏感，轻微的压力就可能导致疼痛，甚至放射性疼痛，意味着疼痛可以从一个区域扩散到其他区域。以上三个症状是典型的筋膜紧张或粘连引发的问题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症状，那么就要重视筋膜的问题了。下面我来说说常规的解决方案。第一，定期改变训练计划。一般一个训练计划6至8周调整一次。这里所指的调整主要是变化训练动作，记得多选择自由重量训练动作，让肌肉的收缩不局限于单一的方向和功能。同时还要注意，如果训练的目标是肌肉体积，那么就应该做全程的肌肉收缩和拉长。大范围的肌肉运动对于筋膜的紧张和粘连有重要的改善作用。第二，让身体的骨骼和肌肉处于中立位。在中立位的视频中我讲过，当身体的骨骼排列处于合理的状态下，固定和牵引骨骼的肌肉就处于平衡的状态。失去这种平衡，骨骼自然会被肌肉拉偏位置，因此骨骼和肌肉相互影响。肌肉的不平衡发展意味着有些肌肉过度收缩，无法放松，而有些肌肉长期放松，力量不足。过度收缩肌肉的筋膜会产生紧张和粘连问题。保持中立位的意义在于肌肉的平衡发展，预防相应的肌肉筋膜出现问题。第三，避免发生过度训练。在过度训练的2期视频中我讲过，过度训练不但对于肌肉的训练效果有阻碍作用，而且会引发更严重的肌肉损伤和炎症反应，筋膜紧张和粘连的程度会更大。除了以上3种方法，其他的方法相应简单很多，例如做柔韧训练、间接性的冷热敷，包括泡热水浴、桑拿浴、蒸汽浴，还有就是使用筋膜枪或者泡沫轴放松。筋膜枪通过快速的前后移动的打头来对肌肉组织产生机械振动，这种机械效应可以帮助放松肌肉，提高血液循环，促进淋巴液流动。定向而持续的振动刺激可以放松筋膜，减少筋膜的紧张和粘连，恢复其弹性和滑动性。泡沫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放松肌肉，打破肌肉和筋膜的粘连，恢复筋膜的弹性。
关于筋膜枪和泡沫轴的具体问题，如果这个视频的点赞数超过1000，我将制作视频专门介绍这2种筋膜放松工具的工作原理、使用方法以及注意事项。回到我们的主题，刚才介绍的这些所谓的简单方法都能让你快捷地感觉到轻松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些让你轻松的方式只能在短时间内改善筋膜的紧张和粘连，却治标不治本。如果不解决训练、肌肉发展不平衡以及肌肉炎症这3个问题，只靠后面这些方法缓解，筋膜的问题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重新回到肌肉中，筋膜再次紧张和粘连起来。所以了解自己的筋膜问题是什么造成的，从根本解决才是王道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判断筋膜是否出现问题的方法有3个。第一，在身体保持不动一段时间以后，感觉到有些肌肉出现酸痛或者僵硬。第二，身体在运动时感觉某些肌肉的活动范围受限。第三，肌肉的某些位置出现痛点。那么解决筋膜问题最重要的3种方法，一是定期改变肌肉训练动作和运动方式，2是保持中低位，3是避免过度训练。当然，柔韧训练、筋膜枪、泡沫轴以及热水浴等等方法也可以在短期内解决问题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